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63.30，收盘价是241.03，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1，最低价是在239.6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当然也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当日的成交量是 2.21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85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下，并且是下穿了慢线，现在双线是慢线也是转头向下，现在是双线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并且即将开始下行的走势。MACD 快线的方向也是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开始减弱。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出现了反转向下的位置。那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在开盘之后出现的是上涨的走势。上方呢，在271是遇到了压力，然后股价是反转向下，一直到达了240这个位置，最终收盘价也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底部。那么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同时也跌破了我们之前说的这根十字线的最低258这个位置，然后也跌破了我们说的250这个关键位置，还有一个关键位置就是242这个关键位置。那么这一根红 K 呢，就跌破了这几个关键位置。那么我们刚刚提的这几个位置啊，实际上都是股价就是说回档的标志位。那么这根十字线被跌破，预示着股价将会回档。那7月9日这根 K 线也是出现的是一个量缩的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的底部也是一个关键位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股价上涨的过程当中，第一次出现变盘的信号 K 线，它也是一个量缩的 K 线。那它的最低242呢，也是一个预示着股价下行的一个关键位置。那么这一根红 K 在一个交易日就跌破了这样几个重要的标志。那么我们说日后股价呢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那如果说股价进一步下行走势我们现在说的是 K 线，那么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和之前这4个交易日的 K 线如果合并成一个绿 K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根红 K 是包含了这4根 K 线合并之后的实体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 K 线组合呢，我们把它称作叫长红吞噬。长红吞噬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这根红 K 的最低，我们说是239.65，那一旦跌破它的最低呢那么股价一定会有更深度的下行。对，那同时呢，我们说这样的长红吞噬如果瓦解它呢，就是在次日股价是不可以出现新低的，也就是这根 K 线最低是239.65这个位置。对，
好，那出现长红吞噬呢，股价会继续下行。实际上，现在股价的位置已经来到了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连续3根绿 K， 我们把它称作叫连三绿。连三绿的 K 线组合架构呢是一个上涨的动能。那么在连三绿之后，一定是有新高出现的。当然，现在已经是出现的。那现在股价进入到这个连三绿的这个区间呢，那么连三绿它们的中线，我们看到是在224到225，是在这个位置。因为连三绿它的最低是在200关口附近，最高是在我们会看到是248附近哈。那么它的中线是在224。所以目前股价出现了长红吞噬之后，一旦出现新低是继续下行，那么它的目标就是要瓦解这个连三绿，而瓦解这个连三绿之前，首先要突破它的中线这个强支撑，就是224。那么当然最后如果股价跌破了200之后呢，将会彻底瓦解这个连三绿上涨的动能。那么股价才会继续下行。当然，我们会看到，在跌破在瓦解连三绿之前啊，实际上股价一旦下行，一定会跌破20日均线值。那20日均线值一旦被跌破，一定是已经建立了空头趋势。那么我们说这个200关口呢，将是股价在跌破20日均线值之后的一个目标。对，那么这个目标呢是很容易被瓦解的，因为目前股价如果下行，不但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转为空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要把这个上涨的动能瓦解掉。对，当然我们再说回来，如果股价在这一波回档的过程当中，在20日均线值得到支撑，那么股价是很有可能会继续上行的。然后如果说20日均线值被跌破，然后空头趋势被建立，那么下方的200这个关口这个位置，也就是连三绿的最低200，如果不被跌破，那么这个连三绿的上涨动能的 K 线架构呢是没有被瓦解。200关口如果能够支撑，然后股价出现反弹，那么我们说，就是说这一波回档呢，股价仍然是具备上涨动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在 K 线上，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K 线，对，那在 K 线上224和下方的200这两个位置将是日后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7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就是两个可能是并列的，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上涨，另外一个是出现回档。那出现上涨呢，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都是不超过前高的，分别是在264和266。回档呢，我们给出的2个点位，一个是260，另外一个是跌破这根十字线，是在255。也就是我们认为仍然会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但实际在7月11日，股价不是出现了回档，而是出现了反转向下，收盘价在241.03。那么，对。那当然，这与我们预测的回档呢，不仅点位上相差较大，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愿意就是说复盘回顾一下，在出现这样反转向下，也就是7月11日在开盘之后的走势啊，和我们预测的上涨是
基本一致的，也就是小幅的，就是高开盘之后，那么股价呢，上方是冲高到了271，那我们预测呢也是能够到达269，然后呢，对，在开盘之后的开盘和开盘之后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但是股价在触碰到271之后啊，那么触碰了上方的一个这个反转向下的一个就是一个开关，我们可以这样说哈。那么启动了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就是一路跌破了我们所描述的所有的标志位，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意料到的，非常遗憾，就是股价没有收在高位啊。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复盘，然后那由于现在出现了反转向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那对于7月1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下行的目标不变，依然是177，然后在到达177之前目前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我们给的是224和这个200这两个位置。那么我们现在在描述现在这个分析走势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加上几个点，当然会有这个20均线值，20均线值呢，我们测算是在7月12日是到达了213实际上是这个缺口的下沿，对。还有一个位置呢，就是当日 K 线，也就是之后交易日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我们会看到这条下行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之后两个低点确认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那么之前我们会看到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都是遇到这条趋势线而出现了1、2、3、4次反转向下，而本次上涨是突破了它。那一旦突破它之后呢，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支撑。所以说呢，那么这条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焦点都会成为股价回档的一个支撑。那在7月12日这个位置呢，是在218，所以我们说股价在到达177之前，目前20均线值还有这条趋势线都是支撑，再加上 K 线信息给出的224和200关口，对，这都是支撑。当然，我们稍后还会在描述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之后会有反弹。那反弹的条件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40附近，那这个位置也是目前股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标志。虽然我们现在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股价现在是夜盘的时间盘后时段，那么盘后时段目前是在美东时间19点26分。现在的价格是在236.47，在这个位置虽然说现在的股价位置是在跳空的位置，但是到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前很有可能股价会回到它上方，然后呢我们认为这个位置依然是一个支撑位，如果出现反弹的走势的话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大幅的跳空低开盘呢，然后呢股价会被多头力量推动推回到这个最低的上方，对，所以这根红 K 的最低240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关键位置。同时7月12日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在到达177之前，我们依次来描述一下关键的位置是240，然后呢是224、218，还有213，这些位置都是对于7月12日而言的。我们给出这个
这些点不代表7月12日股价会到达这个位置，这是极小的一个概率。我们只是给出这样的一个观察呢，当然也是作为日后的观察，因为均线值是随着新生成的 K 线而出现变动的，但是 K 线信息的这个224和200这两个位置点位是一直存在的，当然这条下行趋势线和 K 线的焦点也是在变动的。好，那这是我们描述的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177，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那么这一波涨幅，也就是自2024年6月11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才会被瓦解。那这个位置被瓦解之后我们说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168的，对，那么168如果被跌破，其实我们会看到将会瓦解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我们会看到上方现在是有头高的，下方有底高，所以股价下行如果跌破了168，那么这个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那一旦这个多头趋势被瓦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9。对，好。那当然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出现回档之后上方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头低，也就是股价呢现在依然这个没有瓦解，就是或者说是依然没有再确认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好，因为下方有有底高，上方还差头高，我们关注日后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的上行现在目标我们要调整一下，虽然目前这个连续2个交易日股价的最高是突破了前高265，但是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它。我们所以一直没有变换这个第一个目标，但是目前股价出现回档之后呢，那么7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71，将会成为股价现在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好，那这个目标如果被站上呢，就是说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自4月22日以来的这样一个多头趋势，所以这一定是股价出现反弹，或者说是经过回档之后再上涨的目标一定是271。对，好，那么这个位置被站上呢，我们说才能够瓦解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这个高点建立的空头趋势。对，好，那么目前我们说在到达271之前，它的压力位很明显，就是股价目前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才有可能去继续反弹。所以5日均线值在7月12日我们测算是在253到254之间，正好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中线这个位置。对，这也是强压力。好，这是我们说在到达271之前的一个强压力。271之后呢，不变，依然是299。299这个位置被站上之后呢，那么我们才能够说股价将会继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样一个多头趋势。那么站上这个位置，也就我们可以这样说，瓦解了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才会被瓦解。所以我们在之前视讯章当中一直近几期都在重复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股价在到达265或者突破它的这个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从这个位置一直到300关口呢，
都是这个强压力，就是每一个点位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所以我们会看到在7月11日，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交易日呢，股价在271这个地方就遇到了强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好，那我们继续向下说，那300关口，从现在到300关口，271到300关口，依然每个点位都是强压力哈。300关口如果被站上，这个多头趋势被确立之后，接下来就是314，314仅仅是压力位。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300关口，它的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14。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一个分析说明，然后我们再来给出7月1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62，也就是股价在它的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的。那我们还愿意再这个重复一下，在当日 K 线开盘之后真的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走势，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意料到股价出现这样一个反转向下对，所以是收在了低位。好，那么到了7月12日，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这根一日反转向下出现长红吞噬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把它设定在240去整数。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或者是几个交易日，股价出现这样大幅的下跌会有反弹。对，那么反弹的条件就是如果在7月12日出现一个高位反弹，所谓高位反弹就是说股价会反弹到这个红 K 的范围之内，甚至可以去再次去测试5日均线值。对，那不是再次，而是初次去测试5日均线值。我们说反弹的高位的条件就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0的。对，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出现高位反弹。但是如果股价在在7月12日盘中是在240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对，即使出现一个出现低位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盘中出现了反弹，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也会收在这个240附近，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留下缺口的一个反弹的 K 线。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240，在它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出现高位反弹，在它的下方运行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好，那这是我们在盘中要关注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55%的多头仓位，我们最后一次加仓是在7月9日5%加仓的。之前我们是已经加到了全仓，也就是50%，已经很稳稳的是获利的一个位置了。那加仓在这个位置最后加仓之后，55%的仓位，我们在7月10日是没有给出加仓建议的，因为是出现了十字线，是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所以这55%的仓位到了7月11日，我们给出的停利是守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57附近。我们给出的止损是守20日均线值，是守211。补充一下，这55%的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14，是在最后一次加仓之后是在214。对，好，那么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反转向下呢，对于这样一个多头的仓位，有可能网友可能会在
盘中设定止损，所谓叫止损吧，因为那个只能是以止损来设定，那设定5日均线值很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就出场了，那么获利点可能是在这个位置，那很有可能呢，我们就是在我们视频当中一直是说我们会等待K 线生成之后再来去做操作，那所以那么在收盘价是在241，现在盘后的时间，夜盘的时间已经到达了236，那我们说这个仓位应该是即刻停利出场，我们说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那么从214到236，这是我们这一个多单的真实获利。对，好，那在这里我们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多头的操作过程当中啊，实际上5日均线值就是我们会看到股价是连续上涨的。例如，股价在上涨到在7月3日上涨到收盘价在246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当日的5日均线值是在216这个位置，是在这个位置。那实际上在当时我们的仓位我们的利润是在这个位置，而并不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这里我们讲的是在我们持仓的心态上来说的，股价无论涨到多高，这些利润点都不是我们的，这是因为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的利润点是锁定在5日均线值，对，所以我们的真实获利应该是计算5日均线值。当然，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反转向下，在盘后操作，利润的损失会更大，但是我们是获利的。对，好，技术上的在 K 线技术上的多头操作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每一次不是很大的获利，但是我们取的是平均值，就是我们会长期的这样取这种所谓的小的范围内的获利。对，好，当然这是要在必要的停利之后才能获取这样的利润。好，那如果我们说我想长期持有特斯拉股价那么出现或者我的成本位是很低的那么我想继续持有这个仓位，那我们说不停利出场，那么到了7月11日收盘价在241这个位置，当然是不可以加仓的，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股价很有可能会进入更深度的回档。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要继续持有呢，我们说可以守20均线值。对，那么股价跌破20日均线值，应该这个仓位是要即刻止损出场的。这是我们说的短期的一个操作直到现在我们说的是短期操作。如果是中长线，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周 K 线图，那么我们会守周 K 线图的5均值或者是它的20均值。对，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目前股价现在如果不停利出场，对于日 K 线图来说，跌破20日均线值是一定要止损出场的。好，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好，那我们再继续说，目前说股价有没有反弹的可能？例如我们在这个地方停利出场了，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出现了，正如我们刚才之前描述的，不出现新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高位反弹，并且
会测试5日均线值，那么很可能会收高。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停利之后，是不是有很大的损失？那我们说，其实这样的反弹呢，它不是我们的利润。那在出现这样一根红 K 之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有可能大幅的下跌之后会有一个急剧的反弹。那急剧的反弹之后，很有可能股价会继续下行，或者在7月12日继续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停利之后，我们出场。那目前出场之后，我们再进行的操作是重新操作，而和之前的操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这个出现反弹，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怎么办呢？那我们说，我们要依据当时 K 线的线型来判断是否在进场。例如，如果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小仓进入，然后去抢反弹。抢反弹的目标就是在271下方，在这个上影线这个区域也就是股价到达这个地方，我会即刻出场的。对，那么现在要做多，我们只有等待股价站上271之后，我们才真正的有可能再继续像这一波操作一样，再继续加仓做多。对，所以目前股价如果在这个地方停利出场，次日出现反弹之后这个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对，好，这是我们在技术上操作的纪律，或者说是我们在技术上的K 线技术上操作，我们是怎样考虑的？对，一个操作方法。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它一定要守的就是5日均线值，就是在253这个位置，当然还有上方的271。那他们的目标现在就是下方的，我们刚刚从 K 线技术说的225。当然这个前低240也是一个224说错了。然后还有就是这条下行趋势线218，还有20日均线值213，这是空头的几个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1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呢，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53到254之间。第二个压力位是271，第三个压力位呢是上方的这个缺口，是281到290这个位置。第四个压力位是299。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240到241，这包括前低。第二个支撑呢，我们愿意说是这个缺口，是231到234。第三个支撑我们给出的是当日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交点218。那第四个支撑是213。那当然我们刚才说了，224也是一个强支撑，那么它虽然是强支撑呢，但是我们会把它列在一个观察位上。对，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是2个可能，是有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甚至有可能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0，下方最低会到达23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35附近。对，那么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它的条件是当日股价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我们说继续下行我们也不排除会
在这个地方留有一个缺口，也就是最高不会到达240，或者也有可能是一个更大幅的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在这个地方生成一个绿 K， 然后呢收高但是留下缺口，继续给出股价走势不确定性，这都是可能的。对，好。当然，我们是现在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是依据我们K 线均线计算和我们推断的一个正常的走势是这样的。好，那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在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之后，会出现一个反弹。那反弹，我们认为股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0，最高上方会到达250，收盘价会收在245附近。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255，我们认为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收盘价会收在253附近。那么出现这样的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